有件事挺奇怪的。我们科室最近收到了一包现金，用来指定支付谭倩倩的医药费，但不知道谁送来的。姐，我来找你件事儿啊。对你爸爸保密。我知道。医生，其实你跟你爸很像。你没带伞啊？是啊。你呢？我也没带。你最近怎么样？我挺好的呀。我这次考试考了年级前50，我还交到了新朋友。你呢？我听说了你爸爸的事情。就是个医疗纠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没什么问题。那就好。你最近？我准备报考巴黎大学医学院，所以后面会全力以赴的为留学做准备，可能就不去学校了。今年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难道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祝你一切顺利。雨小了，我先回家了。哎，等一下。说没带伞，是骗你。既然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借了个东西就还不了了，我就不借了。说你这孩子，成天糊里糊涂的，做事也不知道动动脑子，整天不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没错，你跟木木是好朋友，他爸爸得病了，应该去看一看。那你去一次就行了嘛，三番两次的往那儿跑。那是医院，有那时间多做点卷子行不行？木木也怪可怜的，他爸早不病晚不病，非赶上孩子高考的时候病，把孩子都给耽误了。妈，你说人一条命值多少钱啊？10万、20万，还是30万？还是不同的人价格不一样？那你说我的命值多少钱？乔贝宇的命又值多少钱？其实2年前我来环州给你们送衣服，我碰到乔贝宇了。
他当时跟我说，我把爸妈还给你，好吗？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知道家里人不要他了？趁热把它喝了，早点睡觉。妈，你在这上面干什么呀？那，快来吃饭，一会儿送你去学校。妈呢？那什么，店里有事儿，先过去。爸，你觉不觉得我妈有点不对劲啊？我昨天晚上看见她一个人站在天台上，好像是梦游了。什么梦游啊？她这是年纪大了，在更年期，然后睡不好觉。不止一次了，上次在南桥村也是。行了，你这小孩别胡思乱想的，快吃，上学迟到了。吃吧。最近，我总是梦见小时候的事。其实小时候，爸爸对我挺好的，会给我做好吃的，给我讲故事，还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逛灯会。我、爸爸妈妈，我们3个人在一起总是很开心。我觉得妈妈也一定还记得这些，所以这些年才会一直默默忍受着爸爸。那个时候，我爸爸在环州实验1小当数学老师，他既风趣又幽默，年年被评为优秀老师，学生们都可喜欢他了。直到有一次，幼儿园班上的同学办生日派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生日派对。现在回想起来，那天发生的一切，就像是童话一样。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公主裙，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冰淇淋。回家以后，我就缠着我爸爸，我说：“爸爸，爸爸，我也想住大房子。”
我也想穿漂亮的衣服。为什么我们家就没有别人家有钱？青雨，你说我爸爸会不会因为我说的话，才决定放弃稳定的教师工作，下海做生意的？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他就不会经历生意失败，也不会借高利贷，也不会酗酒，他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会，这只是你的猜测。那如果是真的，木木，你要相信，没有人能轻易改变别人的命运，更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你看我说不能，你看我说不能运吗？啥呀？哎，可以。啥呀？阿胜啊，你大中午的把我们叫过来陪你打球，你一个人坐在这看什么呢？还琢磨呢。我总觉得医院收到的那笔钱和这个患者的丈夫有关系。我找到了他家的电话，但对方什么也不肯说。这挺奇怪的啊，一边给医院还钱，又一边让医院赔钱，多矛盾啊！家属电话都让你找到了，好办，叫声林哥，林哥帮你想办法。林哥，好的，稍等我记一下。我们每周6都会举行志愿活动，随时欢迎你。你干嘛？想不想我的零花钱啊？想要是想要，你又要干嘛？帮我一个忙。你好，你好，我是芳芳，是这里的志愿者。你叫什么？我叫乔青雨。乔青雨，那我叫你青雨吧。青雨，你是第一次来吗？你不用不好意思，来这里的都是需要帮助的人，承认自己需要帮助啊，是迈向治愈的第一步。不是，你搞错了，我不是那个。你放心，我们对求助者的身份啊是严格保密的。芳芳，青雨是我的学生。来，我们机构是由艾滋病防治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热心人士自愿组成的专业性社会团体，是政府联系社会力量参与到艾滋病防治的桥梁和纽带。目前呢，我们这里登记在册的志愿者有130多人，大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但还是会抽出时间去全国的各个地方做一些防艾宣传。
同时，我们还会对 HIV 暴露者提供阻断咨询，尽可能帮助他们减少感染的几率。除此之外，我们每周六还会举行预防艾滋病的公益讲座。来，艾滋病是一种慢性疾病，艾滋病病毒感染人体后，如果不经过任何干预和治疗的话，感染者的寿命一般为10年左右，而进入发病期不经治疗的话，患者可能在12至18个月内死亡。艾滋病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由艾滋病病毒引起。HIV 是一种能攻击人类免疫系统的病毒。张医生，今天辛苦了。应该的。这是传染科医生张晓辉，和我一样，也是我们协会的志愿者。这是我的学生乔青宇。哎，你好。青宇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一下，那你们先聊。那个张医生，如果一个感染者病情发现得早，在发病初期有规律的服药，请问是什么原因可能导致他短时间内病情加剧恶化，甚至死亡？一般来说啊，这种情况的患者的寿命会极大的延长，突发死亡的可能性不太高。我认为这个患者的死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你是说，可能不是死于艾滋病？回来了。哦，我回来拿一些换洗的衣服。哦，那兜里的是脏衣服啊，搁这儿吧，我给你洗了。你在给它梳毛啊？打扮打扮。我发现了，你对这个狗给它伺候的比小时候对付我还有耐心。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它比你可爱啊。哎，我听说你的医疗纠纷的调解定在下周。你就不要操心这个事情了。你当下首要的任务啊，好好学习，把语言关给我过了啊。哎，我才懒得操心呢。后悔吗？后悔什么呀？治疗那个病人。我不后悔，下次再遇到同样的状况，我还是会这么做的。这个衣服不会是你给他买的吧？那当然是我买的呀。本来挺乖的小狗，你看你这品味，丑死了。小狗，我爸说你比我可爱，是不是？哎呦妈，好臭！哎，给我。妈，你们怎么还没回家？姐，是我，咱妈进医院了。啊？今天晚上你们最好轮流看护一下啊，以防病人他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爸，怎么回事啊？妈怎么突然病了？目前病人生命体征平稳，病情稳定。这次晕倒的主要诱因是服用了过量的帕罗西汀，你们家属一定要注意看护，更要注意药物的用量。帕罗西汀是什么？他为什么吃帕罗西汀啊？怎么，你们家属不知道吗？帕罗西汀是一种抗抑郁的药物，病人患有抑郁症。药给你带回来了，按时吃。知道了。别到时候又腰疼背疼。知道了。
爸，妈生病的事情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其实那个去痛片的瓶里边装的是帕罗西汀，就是治疗抑郁症的药。还有他不是总说肩膀疼吗？那都是抑郁症引起的。什么时候的事儿？应该是在小贝走了不久之后吧。那时候刚过完正月15，你跟小雨还都在顺延，我和你妈就带着小贝的骨灰回了南桥村。北雨啊，你是不是恨我和你妈呀？我要是你，看到我的亲爹亲妈又生了弟弟妹妹，把他们养在身边，把我放在爷爷奶奶家，那就说明我的爸妈觉得我一点都不重要，是不是？那我要是没那么重要的话，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对他们来说，那就无所谓。你是不是这样想的呀？快睡吧啊！人已经不在了，你不能这样啊，芳芳。咱们得好好的，咱们还有晴雨跟小雨呢，咱们日子得继续啊，好好的，好好的。睡吧啊。本来爸妈是不同意小贝进祖坟的，还是我和你大哥，我们俩好说歹说的，爸妈才松了口。不过爸说了，进祖坟可以，碑就不要立了。可不是吗？立个碑不是让人笑话吗？闭嘴！好，你这大半夜的跑这儿来干嘛呀？啊，不行！
我冻坏了。干嘛呀？看海，睡觉，你能看？你别闹了好不好？小贝已经没了，他死了。咱们回家吧，好吗？我的心。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回了顺云以后，我就带他去了医院。阿姨，医生还有话要交代你老公，我先带你去取药吧，跟我走。你爱人呢，现在是属于轻度的抑郁障碍，主要表现为情绪下降、自卑自责、行动迟缓、对事物丧失兴趣、精力降低等等。这个病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睡眠障碍、体重降低、躯体疼痛之类的。作为患者家属，我们除了要监督病人按时吃药，最重要的是要接受病人的表现和情绪。陪伴病人，不要过多指责，不要激怒他，以开导和劝说为主。抑郁症是属于病态，家人陪伴、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了吗？嗯。行，那我把一些注意事项给你写下来，你回家要记得。你妈的要强，不想让你们担心，所以呢，这事儿就当做不知道。喂，後生仔，你第一次來我們這裡啊？哦。你是來旅遊，仲係玩親車啊？都不是，我是來找人的。你一個人啊？哇！依家啲後生仔真係不得了啊！你確定你要揾嘅喺呢度？有冇搞錯啊？沒錯，就是這。師傅，停在這兒就行了。啊，好。唔該晒啊！誒，後生仔，你要注意安全啊！謝謝啊。哎，你好，往邊走？我想找一下這個人，您看看，就在這兒。啊，海邊島啊，我帶你玩它。哎，謝謝。過嚟，過嚟。謝謝啊。你好，我叫明胜，是環州人民醫院明秋欣的兒子。调解员和患者家属都到了。需要我怎么做？一会儿的调解会上呢，希望您能跟患者家属做一个简短的道歉。具体道歉的内容我已经写好了，您看一下。
其实事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除非说患者家属主动撤销投诉，反过来向我们道歉，否则明院长肯定是要受些影响的。我们争取把这个损失给降到最低。好，我心里有数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进去吧。好。明院长，明院长，谭倩倩老公，明院长，对不起你。那个时候，从县里到环州，没有一家医院肯收我老婆，一个个都让我们回家等死，只有您愿意为我们担风险，给我们2口子希望。开刀之前，我老婆和我说，不管是生是死，明院长都是我们的恩人。我老婆死了以后，我掏不出医药费，实在没脸见人，我就偷偷跑到外地打工，想早点把这钱还上。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家里人能干出这种事啊！我虽然读书不多，但我也知道这世上没有恩将仇报的道理。明院长，您放心，我这次回来就是来撤销投诉的，绝不能让您再受委屈了。语言课老师找我告状，说你已经有好几天没去上课了。他们教的那些东西我都会了，不想去。我还以为你跑去找病人家属了呢。你都知道。儿子，谢谢你。哎，你别谢我啊，我不稀罕你的谢谢。我还是要谢谢你的。你怎么找到这儿？你小的时候有一次跟爷爷赌气，离家出走了，就在这棵榕树下睡着了。是我把你抱过去的。我一直以为是爷爷呢，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你这个小子，打小就不让人省心，总是变着法子折腾大人。你得了吧，从小你都早出晚归的，我都见不到你人，我哪有时间折腾？有一次，我做了一整天的手术，把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就想回家躺会儿。回到家里，掀开被窝一看，满床都是湿乎乎的方便面，把我给气的。我当时就决定，罚你1个月不准看动画片。你哭的那点伤心啊，惊天动地的，这事儿你还记得吗？我当然记得。那天你下班很晚，我怕你肚子饿，我就把家里最后一包方便面给你泡好，等你回来吃。但是到最后我都快睡着了，你都还没有回来。我又怕面冷了，我就把面给捂到被子里边。我当时哭呢，不是因为闹脾气，是因为我觉得很委屈。这事儿我倒从来没听你说过。现在说也不晚。现在说也不晚。
你们听说了吗？民生办的那个医疗纠纷，患者家属不光撤销投诉，还登报道歉了。真的假的？这么大反转？庆宇，你跟民生熟，知不知道什么疫情啊？我跟民生没有很熟。得了吧，傻子都能看出来，明胜可没把你当成普通同学。嗯。你今天怎么？我怎么不生气？本人就正式宣布一下，我有新的目标了，现在只想好好学习。我读你这次不超过半年。清宇，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吧。下次吧，我有点事情。咱俩去吧。哎，青宇，你来的正好，这个表正好要你签名存档。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正式成为我们协会的一员了。欢迎你，乔青宇。我们最近在做一些救助活动的成果展示，文字部分已经做好了。这里是往年的一些志愿者活动照片，你找一些契合文字的贴在上面就好了。行，那我先去忙了。其实，在学校里看到你名字的时候，我就在想，你会不会是乔贝雨的妹妹？乐凡老师，您认识乔贝雨？我们经常在协会做妨碍宣传，我和贝雨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只要我们在的日子，贝雨总是会出现。乐凡医生，贝雨来啦，我先接个电话。每一次他都努力的和我们一起帮助别人，直到那天。喂，小贝雨吗？好久不见啊，有没有想哥哥？今晚老地方等你啊。乐凡医生，我先走了。没过多久，就听说他出事了。后来我经常在想，如果当时我能叫住他，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呢？乐凡老师，您知道乔贝雨是怎么死的吗？你不知道今天有多突然。中午那会儿，爷爷奶奶打电话回来，说想让我们回去看看，还说他知道咱爸妈不容易。哎，都是一家人，过去就过去吧。乔青宇同志，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我不干了，我不会再帮你打掩护了。你给我多少零用钱也没有用，就你那点钱，还不够我精神损失的呢。乔贝雨不是病死的，是自杀。
一步就接近。未来，时间会解开这谜底，等待是无声的约定，却永